为什么我们总是爱上让自己痛的人？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抱怨？我真不懂，我明明很努力爱他，为什么最后他还是伤我最深？为什么我总是遇到一开始对我很好，但后来让我痛苦不堪的人？是不是我命不好，还是爱情本来就该带着痛？爱情本该是甜蜜、支持与成长的泉源，可不知为何，许多人却把它和眼泪、失落，甚至创伤连在一起。更吊诡的是，我们一次次受伤后，嘴里喊着再也不要了，可心里却又悄悄地被同一类型的人吸引。就像电影里的经典场景，女主角哭着对闺蜜说，我受够了这种烂男人。结果下一幕，她手机震动，对方一句想你了，她又心软了。问题来了，我们真的喜欢这样的痛吗？还是背后藏着什么心理机制，让我们不自觉走进这个轮回？今天这堂课，我们就要来破解为什么我们总爱上让自己痛的人。美云是一个表现坚强的女生，她在朋友圈里总是带头大笑，工作能力也很强，屡次升职加薪。可是在爱情里，她却常常跌得满身是伤。她的前任世杰一开始像天使般出现，会在她下班加班到深夜时出现在公司楼下，带着热腾腾的宵夜，也会在他心情低落时说一堆浪漫的话哄他开心。美云的心被打开了，她觉得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王子。然而半年后，一切开始变调，世杰开始嫌他太黏，开始说他不懂事，太情绪化，甚至在他最需要陪伴时冷冷丢下一句你自己处理吧。美云一次次委屈，一次次哭着告诉自己这不是她的本意。她甚至反过来责怪自己，是不是我要求太多了？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？最后分手那天，世杰淡淡地说，你很好，只是我们不合。美云心碎，却也奇怪地怀念那段短暂的甜蜜。后来她遇到另一个男生，外形、气质甚至讲话方式都和世杰有几分相似。她明明知道那可能会重蹈覆辙，却又忍不住靠近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会重复选择这种甜蜜、痛苦、自我怀疑的循环？爱情的三大误区。误区一，把熟悉感误认为安全感。心理学家发现，人往往会被熟悉的东西吸引，即使那是不健康的模式。对美云来说，世杰的情绪忽冷忽热，让她觉得很痛苦，但却和她童年时父母的相处方式惊人的相似。于是大脑误以为这就是爱情该有的感觉。这不是因为她喜欢痛，而是因为痛对她来说竟然才是熟悉的爱。误区二，相信我可以感化他。多少人曾经这样告诉自己，只要我更温柔、更付出，他一定会改。这种信念像一个陷阱，让人不断投入更多心力，最后却换来更多的失望。事实是，爱情不是改造计划，如果对方没有意愿，他不会因为你的努力就变成你期待的样子。误区三，把短暂的激情当成永恒的爱。一开始的浪漫和热情确实会让人觉得心跳加速，但激情是短暂的。如果没有稳定的信任、沟通和价值观支持，爱情就像烟火一样灿烂，却转瞬即逝。许多人沉迷于那种心动的感觉，却忽略了真正长久的爱需要平淡中的陪伴。那为什么明明知道会痛，我们还是停不下来？
这里有一个残酷的真相，我们在爱情里其实常常追逐的不是人，而是感觉。心理学上称之为依附模式。如果一个人从小在不稳定的关系中长大，父母爱忽冷忽热，常常缺席，那么他长大后很可能会被同样忽冷忽热的人吸引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的大脑会自动产生一种错觉，如果这次我能让对方留下来，那就等于我战胜了童年的遗憾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是爱上了对方，而是爱上了修复过去创伤的幻觉。这就是为什么美云在明知会受伤的情况下，仍然不断靠近同类型的人。生活中的启发：一、爱情不是越痛越真。有人以为痛得深，爱得切，但其实真正的爱应该让你更自由、更安心，而不是更焦虑。二、爱情需要健康的界限。真正的伴侣关系，不是你不断牺牲换来对方的勉强留下，而是两个人都愿意为关系付出，彼此成全。三、爱情要从认清自己开始。如果你常常掉进相同的陷阱，不妨问问自己，这份吸引真的来自爱，还是来自一种熟悉的痛？结语：爱能不能不再痛？有人说，爱情就是一场赌博，输了就会痛。但其实，爱情不是赌博，而是一场选择。我们可以选择继续追逐让自己受伤的模式，也可以选择勇敢跳脱，去寻找一段健康、互相扶持的关系。真正的灵魂伴侣，不是让你反复怀疑自己价值的人，而是让你在他身边能够安心做自己的人。所以下次当你心里那个熟悉又危险的声音告诉你靠近他吧，这就是爱的时候，请停下来想一想，这真的是爱，还是只是一场痛苦的重播？